大家好，今天呢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 W8 表格的一些填写的注意事项。那么很多时候的话，我们如果说在美国产生收入产生收益的话，比如说炒美股或者说做 YouTube 那么都会产生一些收入，美国的收入。那么这个情况的话，你需要证明自己不是美国纳税居民，不是美国的绿卡，不是美国的公民，也不是美国长期居民这样的话你就可以享受优惠税率。那很多时候呢，正规的表格的话，其实就是我们去 IRS 就是美国税务局的官网从这里找那么我会把网址放在视频下方。那么这里的话，默认的话是没有的，你需要在这里输入 W8， 然后你就可以回车之后就点 search 之后它就会展示出来了。那么如果说你要搜 W9 表格，也可以搜索出来这个是非常好的。那么这里还有说明就是 instruction然后 W8 关于W8 的一些说明其实 W8 表格的话还不仅仅是这么简单因为它主要分两种，一种是 W-8 BEN 还有一种的话是 W8-E 就是最后尾号是-E 的。那么 E 什么意思呢？就是它是一个实体，就是一般来说是公司用的如果说你是个人的话大部分人的话就是没有-E 的注意别填写错误这份表格的话，你需要填完之后交给这个付款人谁向你付款，比如说谷歌向你付款，那你就把这个表格提交给谷歌，那么谷歌帮你去申报他付款给你这个是帮你扣税过了。那么曾经我遇到过一个问题，就是 W8 表格也有时候就是它是不规范的就是并不是说每一种 W8 表格都是像这个 IRS 一样的因为他曾经遇到过，比如说美国银行的储蓄账户产生利息了，这个时候虽然说利息才几毛钱几分钱，但是你不得不报，如果说不报的话可能会对账户有影响他会觉得你这个人好像不报税，虽然说即使你是外国人，但是你不报税的话可能会你隐瞒税务身份之类的那这样的话你还是要报。但是那个美国银行那个 W8 表格的话，它是邮寄给你的，那个时候的话它是把你的名字账号都写上去了这个时候你有些不一样跟这个。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标准的 W8 表格是什么样的呢？首先的话美国税务的表格的话基本上都是一样的格式就是分为三四部分1、2、3这个部分或者4部分那么首先的话，这里的话就是一个表格的名称W-8BEN， 然后是版本号2021年的10月份来自于这个 IRS， 然后中间的话是一个说明特别说明，注意这边是 individuals就是个人，然后呢这个是个人用的，然后如果说你要实体用的话，就是它特别说明了必须使用 W-8BEN-E 那么关于这个最新的信息和说明的话，你去这个网址去找这个信息。那么这个表格的话，你就给这个代理人或者说付款人，那么不要发送给税务局下面的话还有一些说明不要使用这个表格。如果你是如果说你是这种情况如果说你不是一个个人，那么就用这个表格。如果说你是美国公民或者说美国的一个纳税人的话包括一个居民，外国居民那么就是W-9。那么下面的话这种情况比较少见比如说一种提供一种收益服务，或者说产生贸易以及这种充当中介人，这种情况比较复杂一些，我也不知道怎么去定义那么如果说一般来说的话，那么付款人的话他会帮你定义好，我们接下来看第一部分很简单这个表格，如果说你比如说名字比如说你叫张三，那么一般来说的名字写在前那个就是名姓然后国籍你说 China， 然后居住地址然后先写国家好了，然后这里是城市州或省包括这个邮编号码，比如说我是广州吧广州广东 province 然后邮编的话你就写个 JP 然后就是你写个811000这个我乱写了那么永久居住地址比如说广州大厦然后王树林小区你基本上就写拼音就比较好不好拼音的话这样的话比较好一些因为它这样音译过来。那么邮寄地址如果说你跟上面不同的话跟居住地址不同的话，那你要去写，如果说相同的话你就不用写了这个的话是问你这个有没有 SSN 或者 ITIN 那么如果说有些人的话他申请过 ITIN 的话，建议填写好了，第一部分的话基本上都填写完毕了其他的话都没有什么问题。那么这里的话可能这边还要填写比如说外国的税务号码识别号码，有些时候不填写的话也没有关系比如说你要填写个中国大陆居民的话，就填写身份证号码，比如说3501你随便输我这个只是演示一下
然后就身份证号码，然后输入这个生日啊、月份、日期、年，那么月份的话就是02-15-1995这样子啊。一般来说的话，没输入好像也没有问题。那么这个的话要声明是哪里居民啊？比如说我这边的话就是声明是中国居民 China 啊写的。那如果说有些地方的话是有特殊税率的啊，有些国家是特殊国家税率的话，这个的话也可以填写。这边呢说一下特殊情况啊，默认的话，中国和美国之间呢是有税务协定的啊，大部分都是10%的税率来扣除，也有些留学生啊在美国啊，或者说这种访问学者在美国产生了收入啊，那每年的话前$5000的话是有免税额的，这个情况的话你就可以填写了，按照这个叫20条款嘛，然后你就可以零税率啊，然后享受$5000的额度。还有一些人的话，他是拿留学生的奖学金啊，那也可以填写。这种情况的话，你可以填写啊。那么你可以自己网上找资料，因为我没碰到过这种情况。好，第三部分的话，这里的话其实都不用勾选啊，你不用选择，其实的话就是一个声明嘛啊，证明自己填写的正确啊，填写无误，或者说承诺啊会处罚之类的。那这边的打勾啊，然后打勾的话，其实它是打叉叉啊，是标记啊 ，mark 标签，然后签名啊，然后填写日期啊，然后这边的话打印的名字啊，比如说你要写个张3呢啊，这样子打啊。很多时候呢话，比如说我用 Adobe 软件的话，它有个数字签名啊，数字签名的话会有问题，什么问题呢？它签了之后这边会空格，这边会空格，所以说呢，我建议啊，你这样子的话，像我这样填完之后，你把它打印出来，然后再用手写啊，手写把它填写上去。这边的话可以用比如说那个这样子啊，2023这样子填写啊，然后把签名的话最好用手写签名，然后再扫描上去，然后再传送过去就没问题了。那么今天就关于 W8啊，我知道的东西情况就在这些了。